所以即使有个新青安 2.0， 它一定会绑满许多的限制政策，意思是这样就是说我给你优惠我给你利率，我给你补助，但你不要来乱那个正常的房地产市场，搞得央行又要出手又要干嘛那可能的做法是捆绑禁售，就是说你买了不能卖几年之内不能卖如果你卖掉的话那你全部的税金什么什么鬼通通都要给它补回来禁售，绑禁售是有道理它就可以让这个物件强制在市场中，它不会参与这个短期流通，一直锁在市场里面那之后的房地产一放5年所以就应该不会惹出什么大问题，不会说有一个东西一直被重复交易、重复炒作这样。拼新青安的末班车值不值得小心错过最佳的上车时机。先说结论，我依然是建议能上车就上车因为如果你就是想要熬下一波的新青安，应该也不太好占到便宜。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车位到底重不重要，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该拼新青安末班车吗？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抢搭新青安末班车还是赌一波新优惠政策，网友打醒他买房是看需求那内容是这样，就现在不是房市吹冷风吗？然后这个原 po 就有去看凤山的建案，发现现在没多少人在买房子，那想说要不要再观望一下，然后又看到新闻报道115年年中新青安房贷优利即将结束，那他就在犹豫说那就要结束，要不要去上个车这样，还是等几年以后会不会出现新青安或者是新青安 Pro 或者什么新青安 Plus 之类的。那现在常见的说法叫做新青安 2.0 那可能会被他赌到更好的贷款成数或宽限期更长，有的没的这样。好，先说结论，这个原 po 如果他想要买凤山的话，可以看一下我最近拍的付费会员影片标题是 LaLaport 高雄凤山，因为你附近会变热闹那甚至你干脆规划一下，到时候去 LaLaport 上班不用新青安，你是要自产的话，附近也非常的适合收租，因为新青安就绑不能出租嘛，那你就一般买卖这样，这是蛮好看的我自己看，我剪片的时候看一看还蛮好看的，因为我绕那个迷迷村给你看。那如果你在犹豫要不要用新青安的话，我的建议是能上车就上车所以你要知道新青安 2.0 出现对你不一定有利那我们来认真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会说 2.0 出现对你不一定会有利呢因为到时候的房子会变得更贵，尤其是原 po 想买的建案，他前面有说他是去看冈山的建案嘛，所以他就是想住新房子。那建商现在在调整价格的速度很快我们先来讲新青安 2.0 好了假设新青安 2.0 给到更好的条件，例如说政府把贷款的额度优惠贷款的额度从1000万拉到1200万这是最多人在讲的版本然后宽限期都拉长成5年，贷款年限40年，应该不太可能再变高了，应该最多目前还是40年这样。那其中你买房子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就是贷款额度嘛。那我回过头来看现在的新青安，不是就造就了1250万的预售两房吗？它可以刚好消耗掉你的那个新青安就让你自备250，然后新青安1000，那刚好把新青安用到极限，那你的自备250可以买一间新房子，这也很不错的事情。所以当今天这个贷款额度政府补助的部分给它加码到1200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未看先猜，预售两房就到1400、1500了，因为它一样就是让你消耗掉那个政府补给你的那个1200，那这个是很合理的，而且这是有证据，这不用推测，因为现在新青安就是这样那问题来了，这1400万的新两房，你猜这个坪数会不会比1200万的两房还要大间？你觉得嘞？那所以最后你要知道，预售屋必然是越来越贵的。我们之前有解释过，为什么预售会屡创高价，就是因为建商必须要保证涨价，不然他就会迎来契约潮就前面的买下赔钱，他不给他交屋这样。那你现在看到这间建案基本上现在新建案两房的都会以1000万的新建案额度下去做设计，就是他先规划好总价这样，
所以就会长成这个样子。那假设1200万的方案真的出来了，除非你是刚出来立刻你就买房子的人，你可以吃到那个时间差。那如果你不是的话，建商很快又要调价钱了。你信不信？3个月之内，市场中又会大量冲刺的1200万的两房。当然，房型可能会做一点调整，或是现在流行那边送装潢或送什么这样哦。但是它的价格哦，绝对不可能停在以前的价格。所以你说你有没有占到便宜？我是觉得不太像有哦。那你的贷款额度变高了，你要付的钱变多了，那你等了2-3年，等到最后啊，你不如现在就能上车，赶快上车嘛。至少现在房价在吹冷风，你就去杀价哦，你去出价，就这样啊。还是你觉得接待中心被挤爆的时候，你反而会比较好谈价钱哦？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哦，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哦，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哦，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哦，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50%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哦，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哦，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哦啊。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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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那高雄的重大建设，我还做了一个高雄重大建设加美食地图的 Google Map Map 地图反正你点开那个地图就是我做的那个重大建设地图跟很多那个 YouTuber 不是来拍来吃高雄，对不对？那些他们吃的店我都把它点出来，这样都插在地图上，反正就是美食跟重大建设都摆在一起。你要来高雄玩还是你要看房子那你都可以参考这张地图
啊，这个我也花蛮多时间做的哈。那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啊，因为我就是平常没事我都看那些 YouTuber 吃吃喝喝啊，我去吃这样。好，那使用的方法哦，是你要去我的那个影片的资讯栏哦，复制那个连结，然后贴在你的手机浏览器上，打开来看才会正常哦。你直接点那个连结哈，它会内建打开你的 Google Map。好，这个 app 那不对，那打开来很多问题啊，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是用浏览器开，就复制那个地图连结，再贴到浏览器去打开，这样才会正常哦。好啦，以上台北的 LINE 哦，高雄的 LINE 好，重大建设跟美食地图你都有了，那就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现在是这样就是那个政府就都有新闻稿说新青安会取消，它不会延续那就变成限量了吧，对不对？应该说限时限量也算啦，因为银行嘛就是限时优惠就对了，那就能上车就赶快上车，而且这个车是你大概一生中最大金额的交易，房子应该就是你买过最贵的东西了嘛你看你买哪个东西要那边30年40年分期付款那新青安如果这个政策如果是直接给它硬生生取消掉，会不会影响或是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那个新青安的新版本新青安 2.0 可能会长什么样子这个也很多人讲过，你有在关心房地产你也知道，现在的新青安它叫新版的青安青年安心成家贷款，青安贷款我们先不讲新青安，我们讲青安。青安你知道多久了吗？在我看10年以上了那非常久了，所以这东西不是新的东西然后以前它最多给到800万最多是30年OK 好，爱用不用。然后在2023年7月1号开始做了这个新青安，推出新青安，因为2024年就要1月就要投总统了。所以大家都说这个就是绑定就是一个政策，好让选举会好选，协助青年成家这样 OK， 那也就变成引出很多那个在野党在那边乱什么好贷好康贷，投资款直接帮你出了这种。那现在这个新青安真的是点了一把大火我们本来想说青安新青安这没比较厉害，就是以前就有的东西来个强化升级版，结果阴错阳差整个市场的情绪就被点燃沸腾了那到现在经历了第6波第7波信用管制在12月19号没有迎来第8波整个市场的氛围算是被控制住了。好，这一波的失控上涨我就觉得这是失控了不叫可控，这就是失控了。罪魁祸首大家都直指新青安因为连老练的投资客也说那个小白新手买房好猛，对，那么搭帐篷去那边排，那个投资客不会这样子做那边抢房子，然后有个 FOMO 的情绪，就是害怕他自己没上到车的情绪，罪魁祸首直指新青安。好，那新青安这个东西对民众对建商建商的话专指预售的部分当然中古你也可以用新青安嘛我都做中古，我的观察比较多在中古，对，那当然大家是 happy 的，因为有新青安然后现在就来个这个要怎么讲，就是你戒断反应那当然市场就这么依赖这么喜欢就跟毒品一样一直在那边狂饮新青安，然后你要把它停掉，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到时候会出现严重不良的戒断反应，所以市场中一直有人在传言说，这个政府一定会推出新青安 2.0 来维持它下一次选举的优势。那下一次选举是什么时候？下一次选举是2028，算起来2028。那回顾我们上次的那个上一次大选其实现在2024年，我录这支影片的时候是2024年12月23号，今年我们才投过总统，他5月20才上任非常新的总统。那他下一次的选举很可能会放在差不多的时间点，就是2028 1月投票嘛。现在中选会那个总统大选下一次时间都还没出来这是我估计的。那就是会变成2027年2027的年中，也差不多那个时间再推出一个可能仿新青安的东西。那我未看先猜他总不能为了选举好选，然后看起来赢面也超大的，赢面超大你就不要想会有这个东西了那他不会想要再造成后续的混乱所以即使有个新青安 2.0， 他一定会绑满许多的限制政策，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我给你优惠哦，我给你利率，我给你补助，但你不要来乱那个正常的房地产市场，搞得央行又要出手又要干嘛哦？那可能的做法是捆绑禁售，就是说你买了不能卖，几年之内不能卖哦。如果你卖掉的话哦，那你全部的税金什么什么鬼，通通都要给它补回来哦。禁售，绑禁售，绑禁售是有道理哦，它就可以让这个物件哦强制在市场中，它不会参与这个短期流通，一直锁在市场里面哦。那之后的房地产一放5年哦，所以就应该不会惹出什么大问题，不会说有一个东西一直被重复交易、重复炒作这样，或是加一个紧箍咒，就是说，现在是加码的状态，比方说1000万哦，上限提高到1200万哦。我说那个优惠贷款的部分，好。但是它会绑定很多有的没的东西哦，比方说不能出租，一生一次，这是一定有的。那还有可能会发生的紧箍咒，就是说，比方说这个户籍一定要放在里面哦，你买多久就要放多久之类有的没的，还会做一些限制哦，来让真实需要被补助的青年哦依然能够去成家，可是他的物件哦就不能够流通到市场里头哦，这样才不会来乱这个大家的市场。不然性侵案之乱就是怎么样？就是大家想说先上车，然后很快的这样转手炒掉不是要缴房地合一45%吗？没差哦，我已经有300万可见利润，然后再装潢扣一扣之后，剩下该缴我就缴，来当做自己的一个小外快这样以后的性侵案如果有也不应该要发生这种事情，否则你就会看到怎么2房15003房直接要上到1900、2000，对。这个畸形的市场，然后又来一次民怨沸腾，然后重蹈覆辙，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自己的判断是，你现在性侵案你能上车就上车，否则你未来会面对更多限制的升级版性侵案，它总不会解封吧？比方说那个补助贷款弄到1500万，1500然后宽限期，然后直接给你5年谁来申请都5年，然后这个贷款还款到40年给如此宽松的条件，它只会导致一个结果，这都不用专家学者来讲，就是你看看，你觉得哇靠，这个房价会飙涨，对不对？房价飙涨会导致什么？不好选所以不能让这件事情发生。那现在控制房价那才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你能上车你就现在上，你上车是现在版本的性侵案，你不要等到什么性侵案2.8%，它明面上是补助可能有加码，而实际上限制会非常的多到你不如说那我2024、2025有机会上车的时候，那我在干嘛？我干嘛不赶快上个车？对，所以性侵案这政府的恩惠嘛，那如果你是适合的族群年轻人你就上了吧这没关系我一样还是那个立场，房地产在吹冷风，能上车就要上车。好，你们那边等跌嘞，在想什么就不会啦。这边要讲另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很多 YouTube 的频道那些来宾访谈都说房地产要怎样，要跌了要腰斩，要干嘛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这些房地产的朋友们一开口就谈整个房市，那个是中央银行，那个是内政部的视野的格局一开口整个房市我都不敢这样子看至少现在房地产在吹冷风，这很冷的是谁？预售对那我们都做中古的，中古我跟你讲，现在还是铁板一块，现在叫做开价变低然后成交不变，甚至还在缓涨的格局。房地产是复杂多样的市场，一开口整个房市，这你在做决策一定会出包。像我在看我最熟悉的高雄市的中古屋那以这一次的这个第7波信用管制以后，有发生什么事就是说开价变低，你不要高兴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开价变低就是说屋主以前他签给中介的底价是1200万要卖一间3房平层，我乱讲中介拿到底价1200，然后他看一看广告给他开1498，你知道然后现在因为第7波的关系，他把它开成比方说1350OK， 开价直接降了100多万，好嗨不是它本来就是这样，这就是中古屋真实的情况所以如果你能上车的话，还是赶快上车，因为至少第7波现在房地产最冷的时候，你现在谁要买房子？你现在买房子不是很奇怪吗？你现在那个买房子的族群大概只会有2种，第一个叫做买预售，反正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交屋；第二个叫做收租买收租中古的，反正就是收租。
你像一个自住家庭，你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去买房子？这叫年底，这叫什么？传统上现在都是非常淡的淡季，现在的东西叫做什么都过年后再说，对不对？过年后再说。所以，就没有最冷就是这个时候了哦。你要记住这个时候，我那个会员影片哦会在拍摄来讲这个现象啊。你都没有看到价格严重的下滑哦，这个中古的这边哦，我自己下的结论叫做铁板一块哦，铁板一块。换句话说，最冷然后最风雨飘摇的时候，在那个第8波爱打不打哦，然后最后的12月19号并没有打的前提之下，还是铁板一块。对啊，那你要中古怎么降？预售那边好像灾情惨重啊，反正就预售代销中心现在没人啊，怎么样有没？然后建商一些花样啊跑出来了，因为不能降价嘛，然后开始送家电，开始送什么，反正你的成交价一样要写到那个数字。这是预售市场。那中古屋市场，铁板一块。因为像我那边看那几间房子，它有什么理由要便宜卖？它卖不掉，它就慢慢撑什么？撑过年后再说。现在什么中古屋这边什么都是过年后再说，过年后再说，就卖方也不是很想卖，那买方也根本不想出价。最冷的时候，价钱通通都没有变，甚至还在缓涨的格局。所以不要一开口就整个房子，你以后看那个资讯的话，也要注意一下，就是一开口讲整个房市你在做决策，你一定会误判。你要去抽丝剥茧，你要去看看说，他讲到底是预售他讲到底是中古他讲到底是蛋黄还是蛋白的现象。房地产就是这样，就是它很在地，非常的在地。像你现在把我丢到一个新竹去我也要重新研究那边的房地产我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你现在把一个我乱讲桃园的投资客丢来高雄去他也做不出什么很厉害的决策桃园经验你要复制在高雄，你一定会翻车最典型的就是捷运翻车。高雄人其实没有很怕捷运那台北人看到说，这个案子捷运站在楼下，真是假的就给他买下去之后，房价也还好，也会涨，但是动得没想象中的猛。为什么？这就是你硬套县市经验就会变成这样。我台北来的呢，我看以前高雄捷运站，我会觉得说，为什么没有比较贵？天哪，那这样等于是买房子送捷运，那为什么不买？对，我还是有买嘛。那你说涨幅的表现真的还好真的还好。对，你那个不要一下子就用全国视角去看整个房市，你一定会误判一定会。这么在地的东西，你在全国房市。那现在吹冷风是确定的但吹冷风你也要看啊，又有分呢蛋黄预售、蛋白预售，又有分蛋黄中古、蛋白中古。但中古屋的这个部分，通通铁板一块真的是铁板一块。你新青安能上车你就赶快上车。你现在新青安去买预售不是很奇怪吗？新青安它的优惠补助就要截止了，变成说你不能买一个5年后交屋的东西，到时候你赌不到那个截止的新青安，变成你现在很可能的选项是什么？马上要交屋的预售，或是马上就你有头期款马上可以住的中古，你去把它买一买用新青安上车，应该会是这个选项那能上车还是赶快上车。你手上有房子，其他东西再说啦。你手上没有房子，没房子10几年、20几年，你看房价就是这样子，缓慢的，然后有时候猛烈的，有时候缓慢的，然后新闻一堆都说房价要跌了，看空，因为有人看空，还不是这样涨到现在这个价格，很恐怖的。台北市中山区现在动不动新建案单品150万，跑到一些特贵的案子跑到190万。你这个你都不用10年前，你5年前你放在台北没有人敢信，你知道就是这样现实就是如此的魔幻。那能上车有需求，当然就是要上车不然怎么办？